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房市那个没人敢公开承认的死局。内政部最新一波数据出炉，全台成屋价格指数创下35年最惨跌幅。这个跌幅比1990年代房市泡沫破裂那一轮还要狠，比2008年金融海啸还要冷，甚至比2003年 SARS 那一波都更深更广。但你猜怎么着？预售屋同一时间竟然还在逆势涨价，建商照样在抢地盖楼。一边是中古成屋哀鸿遍野，新北淡水1000万的房子被砍到800万才勉强成交，新庄副都心的屋主贴出降幅 15%， 还是乏人问津。另一边是建商开着奢华接待中心，预售单价继续往上喊，桃园青埔的指标案还在喊高，这到底是什么魔幻剧本？这支影片我要把这个分裂市场的内裤彻底扒给你看。台湾房市未来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跌不跌的问题，而是卖不掉的问题。就算你打对折，就算你免费赠送，就算你倒贴钱，也找不到下一个接手的人。这话听起来很夸张，对吧？可是隔壁的日本早就走完这条路了。2018年日本就已经有846万户空屋，平均每7栋房子就有1栋长期闲置。野村综合研究所更直接推估，到了2038年日本废弃空屋会占所有房屋的 31.5%， 也就是3户就有1户是鬼屋。东京西边的奥多摩厅甚至祭出免费送房政策，加码修缮补助，连外国人都欢迎，结果还是乏人问津，送都送不出去。在西西里岛，整栋石头屋只卖1欧元，没有人要。在日本山梨县，老房子挂牌100日元，附赠整套北欧家具，没有人要。台湾只是慢了几年，但我们冲下去的速度比日本还要快。第一个关键数字，先让你发毛一下。根据信义房屋与内政部最新统计，全国低度使用住宅的比率已经来到 10.43%， 这是近15年来的最高点。比起2021年下半年的 8.66% 低点，已经暴增了将近2个百分点。换算下来，全台空屋户数已经突破90万户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每10间房子就有1间是空的，没人住，没人租，没人管，水电表几乎不转。这90万户空屋集中在哪里？信义房屋的次区域分析点得很明白，双北以外的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都创下近年新高，而且绝大多数是屋龄30年以上的中古老屋。山上海边乡镇型重划区尤其惨烈，90万户空屋就像是压在台湾房市上的一块巨大压力石，更像一个吞噬流动性的黑洞。当你想卖房子，市场上随时有90万户在和你竞争，买方根本不急，永远都有人比你更想脱手。这就是经济学里最残酷的供需逻辑。当库存已经溢出市场可消化的上限，价格就不再是价格，而是卖方的单方面愿望。你贴1000万，旁边的人立刻贴950万，在旁边的人贴900万，最后成交的那个人往往是最忍痛的那个。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结构性转折的特征，整个卖方阵营在自相残杀。但更诡异的事情来了，建商居然还在盼命盖。内政部开工资料换算下来，从2026年到2028年这3年之间，全台将会有32万到36万户新屋陆续完工进入市场，一边已经有90万户空屋去化不掉，一边还要再丢出30多万户新屋来抢这个本来就萎缩的买盘。这不是把市场往悬崖边推吗？为什么建商敢这么做？答案藏在央行的政策里。央行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，建商被绑上一条18个月开工令，土地买了不盖就会被砍土建融贷款，逼得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推案。这就是所谓的供给端死循环，越冷越要盖，越盖越卖不掉。永庆房产集团就直接点破，本轮房市与过往不同，股市正热，房市却冷，背后推手不是景气，而是政策与结构。2025年这份成绩单有多难看？6都全年买卖移转栋数只剩20万4586栋，年减 24.6%， 跌幅创下近8年新低，也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3低量。前10大建商总销售额直接腰斩到5329亿元，比起2024年大减超过2200亿元，
年减 29%， 写下历史纪录，推案件数也从154件骤降到88件，年减超过40%。预售屋交易量更惨，前10个月年缩幅度高达 70% 以上，总销售户数从11万户一路掉到约3万户。整个市场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，只是这个暂停键谁都没办法再按一次播放。这时你可能会问，那预售屋怎么还在涨？这就是这场戏最荒谬的地方，也是最危险的地雷。建商口袋深，他们宁可放着卖不掉，也不愿意降价，因为一降价，前面已经交过定金的客人会集体解约，余屋会跟着崩盘，连带银行那边的担保品估值都要重算，骨牌一推就是全盘皆输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怪现象，预售屋价格表贴得漂漂亮亮，销售率惨淡得惊人，新案开出3个月，销售率不到1成的情况比比皆是。建商不是在卖房，是在硬撑，撑到什么时候？撑到第一个大型建商扛不住为止，那一刻整条防线会像骨牌一样倒下去。历史上每一次房市结构性崩盘，都是从一家中型建商跳票开始的。1990年代日本如此，2008年美国如此，台湾这一轮也不会例外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场死局里最致命的那条死亡曲线——生育率。2025年台湾全年新生儿只剩下107812人，死亡人数却高达20.268人。1年之内，台湾竟减少将近10万人，这已经是连续第6年人口负成长，而且2025年还是史上跌幅最高的一年，生育率掉到 1.12 甚至更低。CIA 世界概况的某些统计年度甚至显示台湾跌到 0.87， 几乎全球垫底。国发会更直接示警，原本预估2070年台湾人口才会减半，现在提前到2065年就会发生，整整提早5年。换句话说，那不是我们孙子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这对房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20年后根本没有年轻人来接你的盘。你今天盖的房子卖给谁？今天30万户的新生儿爷爷奶奶辈，当年买了2套3套自住投资，20年后变成只有10万户新生儿的孙子辈，要去消化前面3代人留下来的房子。算术很简单，需求方在以几何级数萎缩，供给方却在持续堆高。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未来可能会继承到爷爷奶奶留下的一栋，外公外婆留下的一栋，加上爸妈自己的一栋，总共3栋。他自己住1栋就够了，剩下2栋根本不会有人来接手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次房市的问题不是跌不跌，而是卖不掉。当人口的水龙头被关到只剩涓滴，房市这个大水缸再大也只剩漏的份。回头看日本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镜子，也是最残酷的预告片。日本朝日新闻采访组出版过一本书，叫做《负动产时代》，把那种免费送都没人要，每年还要继续缴税缴管理费的房子称为负动产。日本山梨县的空屋率早就突破 21.3%， 鹤歌山县 20.3%， 德岛县 19.5%， 连邻近东京的埼玉县、千叶县、神奈川县空屋率都飙到 12% 上下。东京旁边的奥多摩町3000间房子里有400间长期空置，当地政府推出空屋银行计划，免费送房给愿意搬进去的家庭，还加码修缮补助。结果呢，申请的人寥寥无几。为什么？因为房子不是负债的尽头，房子本身就是负债。日本的固定资产税、管理费、老朽房屋的拆除费用都是天价，拆掉一栋普通木造老屋要花200万日元起跳。更可怕的是，在日本继承一栋老房子，如果你拆除主屋，土地反而要被课更高的税。于是大家干脆让房子烂在那边，谁碰谁倒霉。日本社会现在最头痛的所谓8050问题，就是50岁的儿女继承80岁父母留下的老破旧空屋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卖不掉拆不起，烂在手里10几年，最后变成全家族的诅咒。这种情境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台湾已经在发生了，只是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。但台湾比日本更惨的地方在哪？在于我们有一个日本没有的隐藏地雷。
那就是台湾特有的4至5层楼老公寓。走在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任何一个老市区，你抬头看看那些盖于民国60年代到80年代的4至5层楼老公寓，没有电梯，外墙瓷砖剥落，钢筋外露，水管漏水，违建顶加搭，得到处都是，化粪池几十年没清，这些就是未来10到20年最大的负动产源头。内政部的空屋统计里，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就占了将近一半。这些房子有3个无解的死穴。第一个死穴叫做物理崩坏。台湾位处地震带，气候潮湿，海风沿害严重，钢筋混凝土的设计寿命大约就是50到60年。当年那些便宜形式盖出来的老公寓，现在都已经接近或超过这个极限。中性化、氯离子腐蚀、海砂屋、辐射屋的问题层出不穷。一栋外观看起来还行的老公寓，钻开水泥，可能里头的钢筋已经锈蚀到不能承重。当年大楼林立的建商多半已经倒闭，连保固对象都找不到。年轻人为什么不买？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，买进来就是接手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不定时炸弹。0206花莲震后倒塌的那批老楼，年轻世代心里都清楚记得。第二个死穴叫做产权的继承死局。一栋老公寓往往是一个家族传了2至3代下来的共同记忆，土地持分被切得碎成渣，爷爷过世留给3个儿子，3个儿子又各自留给2至3个孙子，每一代往下分一次，到了第3代就可能有9个产权人。等到要都更、要卖、要拆，光是把所有产权人找齐就要花上半年，再加上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盘算，有人想卖，有人想守，有人在国外失联，有人脑中风躺在病床上意识不清，有人和兄弟姊妹因为祖产撕破脸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无解。这栋老公寓就这样晾在原地，慢慢风化，一笔遗产。原本是父母留给孩子最后的爱，到头来变成手足反目的导火线。第3个死穴叫做都更的世纪大笑话。我们从2000年代开始喊都更，喊了20多年，台北市真正完成的整合案件不到 5%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超过 75% 甚至90%的住户同意，这在台湾的社会结构下几乎不可能。一栋老公寓里总有1至2户钉子户，总有产权人在国外联络不到，总有人想要5坪换30坪，总有人觉得自己被建商坑，都更不是不能做，而是做一案要15年，速度远远跟不上老化速度。当你都更整合完一栋，旁边已经又有5栋变成新的烂屋，这是一场永远输的赛跑，而且是一边角被绑住的赛跑。于是最吊诡的画面就出现了，未来你的爷爷奶奶留给爸爸妈妈的那间老公寓，有可能就是传给你的那个负动产。你以为继承到一栋房子是天上掉馅饼吗？不是，天上掉铅块，卖不掉，租不出，拆不动，每年还要缴房屋税、地价税，遇到邻居漏水你还要被告，遇到中央违建拆除你还要分担，遇到老建筑消防检查不合格你还要罚款。日本50岁世代正在面对的所谓8050问题，已经悄悄登陆台湾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名字，过5年就会变成台湾街头巷尾的日常话题。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，免费送都没人要这6个字，原来不是日本独家专利。那这场死局如果真的引爆，会掀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？让我们来推演一下。第一张骨牌是银行，台湾银行体系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长期偏高，金管会的安全警戒线是 30%， 而本国银行的整体比例长期贴着上限走。当房价开始全面下修，当建商代售余屋去化不了，当投资客被迫低价抛售，当信贷违约率开始攀升，银行手上的担保品估值就会集体缩水，这就是所谓的不良资产暴增。一旦哪家中型银行的呆账率破警戒线，金管会就要出手，整个金融体系就会进入紧缩模式，企业贷款利率上扬，连带影响台股，连带影响整体景气，连锁效应启动，没人能置身事外。第二张骨牌是地方财政，台湾地方政府的税收，房屋税、地价税、土地增值税，
契税加起来占地方税入很大一块。桃园以下的县市更是依赖当交易量萎缩 70%， 当房价持续下修，这些税收就会跟着跳水，地方政府收入瓦解，公共服务缩编，公托公幼缩班，公园维护费砍掉，这又会反过来加速年轻人不生小孩，年轻人不生小孩，房市就更没人接盘，房市更没人接盘，地方税收又进一步崩溃，这是一个死亡螺旋，一旦启动，几乎不可能逆转。第三张骨牌是内需消费，台湾家庭的资产配置里，不动产占的 70% 以上，当你最大宗的资产开始贬值，财富效应反向操作，全民开始勒紧裤带，餐厅吃饭少一顿，旅游取消一次，新车不换了，新衣不买了，整个内需市场就会跟着熄火。这个你已经在2025年的零售业数据里看到一些端倪了，商办空置率攀升，百货业绩年减，餐厅收店潮一波一波传出。接下来我要戳破3个关于这场死局的幻想，因为我看到太多人还在这些幻想里自我安慰。第一个幻想，靠移民救房市。有人说没关系啦，我们开放新住民、东南亚移工、香港移民来接盘就好了，听起来很美好。现实是什么？移民来台的家庭第一代根本买不起房，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高房价、低薪资，他们是来填补劳动力缺口，不是来帮你炒房接盘。新加坡、韩国、加拿大都试过用移民救房市，最后都救不了基本盘。台湾每年合法移民的规模，连年轻人少出生那10多万人都补不上一半，更不用说要去消化90万户空屋。这个幻想数学上根本不通。第二个幻想，靠都更救老屋。前面已经说过，都更不是万灵丹，而是一场永远输的赛跑。台湾老屋以每年将近3万栋的速度新增，都更的整合速度远远跟不上。更残酷的事实是，都更只在房价精华地段才有经济效益。蛋黄区的老公寓建商抢着做，蛋白区、蛋壳区偏乡的老公寓根本没有建商愿意碰，因为建商就算盖出来也卖不掉。也就是说，都更只能救最顶端那一小撮房子，剩下90%都会被留在原地慢慢老去。第三个幻想，靠政府打房。很多人以为房价跌都是央行打房造成的，所以只要政府放手，房价就会回升。事实正好相反，前面6波信用管制，房价是越打越高。这次第7波之所以见效，是因为刚好碰上人口拐点与技术循环的高点，政策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也就是说，就算现在央行立刻松绑，这个下行的趋势也回不去了。基本面已经变了，货币政策只能延后崩盘的时间，没办法逆转。日本1991年泡沫破裂后，央行一路降息到0，量化宽松30年，房价该跌还是跌。台湾央行就算明天宣布降息2码，老屋还是不会有年轻人接手。让我们大胆推演一下，30年后的2055年，台湾房市会长什么样子？根据国发会的推估，到那时候，台湾总人口将从现在的2300多万掉到1700万，甚至更低。老化指数突破300，工作人口腰斩。在这个情境下，能够幸存下来的房子大概只剩3类。第一类是大型科技廊道沿线的新城屋，特别是台积电、辉达 AI 伺服器产业聚落周边，例如新竹竹科、台中中科、台南南科、高雄楠梓的桥头园区、台北的北市科。只要科技业还在这里，年轻高薪人口还会聚集，这些区域的房子才有支撑。这是台湾产业结构决定的最后一块抗跌堡垒。第二类是双北蛋黄核心，特别是有捷运、有医疗、有商圈、有国中学区的精华地段，富裕世代的资产还是会集中在这里。这里的房子可能不会大跌，但流动性会变差，卖一间要等1年也不奇怪。第三类是新一代符合节能、抗震、智慧化、无障碍的全新世代住宅。老人化社会需要的是电梯、低门槛、高安全的房子。老公寓就算地段再好，也很难留住住户，因为一个75岁的老人爬不动5楼。剩下的呢？剩下的就是90万空屋的扩大版，
可能变成200万户、300万户，遍布在所有非精华地段。他们会像今天日本乡下的老房子一样，标着一块牌子，免费赠送，附加条件是你要缴清5年房屋税，然后没有人理。某些偏乡聚落甚至会彻底荒废，整条街没有住户，路灯关掉，垃圾车不再停靠，邮差都不送了。这不是科幻电影，这是日本秋田县、岛根县现在的日常。最后，给已经有房的朋友2条真心话：如果你手上的房子是非精华地段，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，又没有都更希望，请你认真考虑在2026年到2028年这个时间窗口出清。不是现在不卖就找不到买家，而是再过5年，买家会更少，杀价会更凶，你的逃生窗口会永远关上。能卖就卖，宁可少赚，不要套牢一辈子。如果你的房子是精华地段，有电梯、有捷运、有学区，那么你不用慌，长期持有，等景气循环下一波，但也不要再加码买第2、第3间，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。给还没买房的年轻人一句话：你不用急，真的不用急。你正在见证的是台湾房市35年来最大的结构性转折。你越急，你就越被当成接盘侠。租屋几年，存钱，等市场走完这一轮修正再进场，你会用比父母辈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比父母辈更好的房子。这不是我在唱衰，这是基本面的数学。父母辈当年买的是供不应求时代的房子，你未来买的会是供大于求时代的房子。这2件事的买法完全不同。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有机会看着房子从投资商品回到居住商品，这听起来像是房市的悲剧，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许正是台湾社会苦了30多年的高房价病终于要结束的开始。90万空屋的黑洞会吞掉很多投机客的财富，但同时也会把居住正义这4个字第一次还给普通人。一个年轻人不再需要靠继承爷爷奶奶的房子才能成家，一对小夫妻不再需要把人生30年都压在房贷上，这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想象的未来？至于这场大戏的最终结局会比日本平缓还是更加惨烈，现在没有人说得准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那就是趋势已经形成，水位已经改变，门已经关上，再也回不去从前了。下一个10年，请你抓紧安全带，看好你的家人，然后做出对的选择。台湾房市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，而这一次游戏规则已经和过去35年完全不同。